茶具的摆放大有讲究，你放对了没？我们来看这一个案例，这个是办公桌，这里是茶几，这里才是主位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的茶几也好，办公桌也好，一定要主客分明。假如你的主客不分明，你变为客，朋友来客户来他变成主的话，那你就很辛苦好累，你说的话都要听客户或者朋友的话，导致到你个人要发挥的话，老是有很多东西压住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一定要主客分明。你是主人，一定要做一个要靠山的位置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在选择茶具的时候，你的茶具不能低于沙发。假如你低于沙发的话，那这个主客也是不分明了，变成客主，也就是妻主。所以这个茶具要高于沙发，茶具为主，凳子为客。所以你家里的摆放也好，公司的摆放也好，你的沙发一定要低过茶具，也就是茶具要高于沙发，茶具为主，沙发为客。所以这样的话会理想一些。还有这个是办公桌，这是茶具，那办公桌跟茶具的距离比较窄，是吧？那窄的话，你的发展空间就不大，你聊天吹牛的会更多，所以摆放的时候你也一定要靠这边一些，不要挡住你办公桌的名堂，这样发展格局会大一些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一个，这个也是一个办公室，看一下办公桌在这里，茶几在这里，这个名堂是不是有受阻？那也一定要往这边移一点。但是呢，现在很多人潮流，主人要坐在这个位置来泡茶，对不对？那好，问题来了，在这里泡茶的，你坐的位置后没有靠山，给客户来坐的位置，客户有靠山，变成也是妻主，对不对啊？那妻主的话，你这个老板是很辛苦很累的，有时候你给工人也好，客户也好说话的话，你是很被动的。所以像这样的话，你也是一样，这里才是主，你就一定要坐这里来，不能坐这边。这个呢，茶具是高过沙发的，所以在摆茶具的时候也有很多讲究，摆放办公桌的时候也很有讲究，有的是可以集中，有的是可以过这边一点，那你就要看中心点在这里，这个中心点出来，看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，你或者是移过这一边一点，或者移过这边一点，或者是强一点，或者是厚一点，都要把捏得准确才会更好。当然这些都是地利之前所说过的天地人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对不对啊？假如你摆放好了以后格局，假如你这个人不去努力的话，我不相信，肯定是不行的。一定要努力，这个是前提。努力以后加上择日啊、天时啊，这个行业的朝阳啊，那再加上这个摆放，就形成了天时地利人和。那你做什么事情，相对来说你的努力能得到回报，回报率会高一些。所以在努力的前提下，这些东西摆放，包括家里的摆放，也一定要慎重，不能随便来。好，我们这次分享到此，下次继续分享更多的干货。